从古至今，金钱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如同身体的一部分，无论多少都不觉得累赘，一旦失去就如同肉中刮骨般痛彻心扉。尤其在当今社会，人情日益淡漠，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幸福未来而不懈努力，竭尽全力囤积财富以备不时之需。虽然金钱至上这种说法略显偏颇，但也确实折射出社会发展带来的必然趋势。作为维系生存和提升生活品质不可或缺的工具，金钱满足着人们层次不同的现实需求，只是每个人的定位和期许不尽相同罢了。正是由于金钱的必要性，我们才会对其如此看重，也正因为看重，我们的内心才会对其念兹在兹，难以释怀。向往自由无拘无束的生活，是人性最本真的渴望。金钱作为实现人性解放的一把钥匙，自然对每个人都弥足珍贵无比。久而久之，金钱就成为衡量人心的试金石，外在环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对金钱的态度。谈钱不免让人觉得俗气，但没钱的日子只会更加落魄，甚至在危急时刻威胁到生命。表面上是缺钱，实际上折射出缺乏赚钱的本领。其实赚钱有迹可循，关键在于能否参透其中的奥秘。在现代社会财富分配的新格局下，单纯勤劳不再是制胜法宝，思维的力量愈发凸显。一种新的思想，就意味着一种新的财富可能。财富并非与生俱来，而是源自我们对世界的认知。认知中蕴藏着财富密码，将认知转化为现实，就是财富创造的过程。金钱是认知成熟的结晶，不同的认知高度遇见不同的人脉资源，成就不一样的财富人生。诚然，人的天赋有先天的差异，这决定了财富积累的上限，而努力程度则影响着财富积累的下限。不断提升认知，就是在拓展财富的上下边界。认知的突破是获取财富的前提，但仅仅停留在意识层面还不够，关键要能将其物化、操作化，形成一套清晰的方法论，才能真正实现认知到财富的迭代。认知建设实质就是内在结构的搭建，学会加法与减法的平衡统一，经过层层迭代，就能提炼出简洁有效的致富法则，这才是量身定制的财富认知。那么，金钱财富的真正玄机究竟藏在何处呢？世间万物都有它独特的门道，懂行人看门道，外行人只看表象，门道玄之又玄，颇有点禅机的意味。做事必须要抓住事物的本质规律，才能游刃有余，左右逢源。了悟门道，就掌握了成事的要领。事物的内在结构划分着它的边界和规则。所谓边界，就是事物的起源和归宿；所谓规则，就是行事的法度标准。要建立起清晰的结构框架，就必须训练结构化思维。先要梳理自身的内在逻辑体系，再要学会剖析外部事物的内在结构，用自身框架对接外部事物，去打通对方的逻辑，这就是开窍的奥秘。金钱的门道，说白了就是一个阴阳平衡、动静结合的过程。参透其中奥妙的程度，就是开窍的高度。想要快速打开财富之窍，需要一些切实有效的方法工具。金钱本质上是一种观念，一种价值认知。认知力决定财富力，洞察力则是认知力的基石。要获得敏锐的洞察力，首先要放下成见，不被表象所迷惑。再纷繁的是相中，人性的起点都是一样的，差距的产生恰恰在于能否保持观察事物的初心，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。一旦视野受限，就难免随波逐流。我们的认知高度框定了事物呈现的边界。竞争的实质是核心竞争力的较量，找准价值利差，才能捕捉到财富机会。信息、资源、执行、竞争、认知五大维度的领先，造就了不可复制的护城河。深谙此道，方能在竞争中胜出。人生在世，无非追求钱和爱。钱靠算法，爱靠心法。算法即是认知的方法，决定了财富质量；心法即是感悟的能力，决定了爱的深度。有认知无感悟，则钱多情浅；有感悟无认知，则情深钱少。钱和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，不可偏废。
明白了算法和心法的平衡，就掌握了人生的不传之秘。金钱的力量来自于无形，关键在于通过资源整合，创造出全新的价值组合。整合的前提是共赢，充分发挥各方优势，取长补短。不要忘记，资源背后连接着人，通过人际链接、价值交换，凭借契约精神，就能调动一切所需的资源，筛选和重构资源，创造更大价值，金钱自然水到渠成。人生三大资本：时间、信用、机会，相辅相成又相互制约。时间一去不复返，却能创造无限价值。借力他人，撬动更大的时间杠杆。信用如白纸，一旦染上污点，就难以恢复。经营信用要慎之又慎，关注细节，优化每个关键节点。机会是信用的衍生物，信用积累到一定程度，机会的大门就会打开。信用时间的双翼，助力机会一飞冲天。金钱的源头在哪里？本质是对这个问题的不断探寻。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金钱如同海水，越喝越渴，越在意反而越煎熬。其实万物都有克星，水攻火，土掩水，风吹土，山挡风，人消山，力诱人，时间磨砺。时间都不是问题，最难对付的还属人心。心若无求，天地任我遨游；心若有欲，芥子纳须弥。有人就有欲求，欲求催生商机，商机带来交易，交易产生剩余，剩余凝结为财富。人是财富的原动力，也是财富的主宰者。行业兴衰取决于人，生意成败系于一心。世间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人的问题。经济社会就是一张大网，人是网上的一个个节点，彼此连接，环环相扣。所以说，一切财富的根基皆源自于人。正因如此，洞察人性，专注人心，是商业制胜的关键。唯有站在人的高度，带着人文情怀去体察商业世界的冷暖人情，才能真正把握财富法门。所有金钱问题的背后，都是人性的投射。生意场如人生，人与人牵连缠绕，此消彼长，互为因果。人性洞察是打开财富之门的金钥匙。商机无处不在，就看你能否发现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。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创业维艰，磨砺铸就真金。经营管理有3要诀：选对赛道，用好人才，厘清分工。不要本末倒置，价值确认才是立身之本。感性认知胜过理性说教，看得见的利益最能打动人心。顺应大势，把握细节，关注身边每一个可能被忽视的个体，是成大事者的必修课。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，渴望多一些，快一些，却不知欲速则不达，慢即是快。舍得，有舍才有得。专注核心，笃定前行，你会发现，初见总是遮掩本质，困局只是通往柳暗花明的必经之路。学会承受，学会取舍，学会判断，学会豁达。心若在，梦就在，善用心，万事足。解铃还须系铃人。看似负面的人性弱点，只要用心引导，就能发挥正面的巨大能量。触类旁通，审时度势，财富之道就在方寸之间。金钱不会凭空而来，它源自认知，汇聚于劳动，扩展于连接。3位一体，环环相扣，撑起了财富人生的一片天。总而言之，财富的真相就是一部人性的寓言。看似复杂难懂的金钱游戏，其实质就是对人性的把握运用。既不要被表象所迷惑，也不要被物质所障目。学会站在更高维度思考问题，在利益的纷争中不忘初心，在人性的弱点中发掘优点，在物质的迷障中坚守本真。唯有不断反思，提升认知，创造价值，才能真正驾驭金钱，享受财富人生。金钱之道，说到底就是一个不断突破自我认知边界，链接整合各种资源，创造更大价值的过程。当你真正参透其中的奥秘，就能游刃有余地在商场这个大舞台上
谱写华彩人生。金钱从来都只是实现梦想的工具，追寻内心的自由，创造社会的价值，这才是人生财富的终极意义所在。让我们以智慧和善良为引领，在追逐财富的道路上不忘初心，砥砺前行。人生在世，谁不希望自己能够功成名就，富甲一方？然而世间万物，表里如一者少，背道而驰者多。外表光鲜的人，内心未必纯善；衣着朴素的人，骨子里或许霸气外露。要想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披荆斩棘，所谓菩萨心肠、金刚手段的理念就显得尤为重要。所谓菩萨心肠，就是要学会将心比心，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，在与人相处时多一些爱心，多一些同理心，给人一点温暖和帮助。这种心存慈悲的处事态度，不仅能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更能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助力。试想，如果你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，总是愿意倾听别人的烦恼，给予别人支持和鼓励，久而久之，你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就会变得无比正面，大家都愿意与你交往，给你提供各种机会。反之，如果你总是冷漠以待，对他人的命运漠不关心，即便你再有才华，也会被孤立，难以得到真诚的帮助。当然，心存善念是做人的根本，但在现实的立场中，仅仅有一颗善心是远远不够的。你还要懂得随机应变，见招拆招，学会在恰当的时机亮出手中的利剑。这就是金刚手段的精髓所在。金刚手段并不意味着要你无情无义、刻薄寡恩，它强调的是，当你身处逆境，面对种种挑战时，要敢于亮剑，敢于斗争。只有战胜了阻碍你发展的一切不利因素，你才能打开局面，登上胜利的彼岸。在商场如战场的竞争中，金刚手段的运用就显得尤为重要。竞争对手处处设置障碍，你就要想方设法去突破；客户提出苛刻的要求，你就要想办法去满足；团队遇到重重困难，你就要集思广益去解决。唯有如此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，笑到最后。总而言之，菩萨心肠是做人的根本，是立身处世的基石；金刚手段则是成事的法宝，是披荆斩棘的利器。两者缺一不可，相辅相成。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，才能在人生的征途中无往而不胜。谈到成功，我们不得不佩服那些叱咤商界的大佬们。他们之所以能够建立商业帝国，斩获无数荣誉，靠的可不仅仅是运气，而是惊人的手段和非凡的智慧。常言道，没有通天手段，哪来家财万贯？这句话一语中的。世间财富的积累，从来不是单纯的靠勤劳和汗水就能实现的，更多时候，它取决于一个人对局势的把控能力，取决于在千变万化的环境中寻找突破口的慧眼。富在术数，不在劳身。真正的富豪从来不会把时间浪费在单纯的体力劳动上，他们更注重发挥自己的智慧，运用各种策略和手段去赚取财富。比如投资理财、资本运作、品牌打造，这些都是术数的范畴，都是需要动脑筋而非卖苦力的。利在局势，不在力耕。种田靠天吃饭的时代早已过去，在现代社会，真正的利润来自对局势的洞察和把握。风口在哪里，你就朝哪个方向使劲；政策有变化，你就及时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；市场出现波动，你就去想办法化危为机。这些都需要对大势有敏锐的嗅觉，对局势有清晰的判断力。活是人干出来的，钱是人谋出来。这句看似简单的话，却蕴含了极大的智慧。做什么事情都离不开人，创造财富更是如此。如果你能把人心捏在手里，让员工对你死心塌地，让客户对你信赖有加，那你离成功就不远了。懂人性，善用人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反之，如果你不懂人情世故，处处得罪他人，再好的事业也难以为继。所有的失败都源于能力的不足。一个人之所以在事业上遭遇滑铁卢，不是因为时运不济，而是因为他在某些关键能力上存在缺陷。比如决策失误、用人不当、把控不力，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的问题。只有不断提升自己，弥补短板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所有的一鸣惊人，都是厚积薄发的结果。
世界上没有突如其来的成功，只有久久为功的积累。那些看似一夜成名的人，其实都是在默默无闻中苦练多年的结果。比尔、盖茨、乔布斯、马云，他们的辉煌都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日积月累的必然结果。人的一生，说到底就是一个不断雕琢自我的过程，要么被动地接受社会的改造，要么主动地塑造独特的自己。那些成功人士无一例外都属于后者，他们不甘于平庸，敢于标新立异，敢于走别人没走过的路，最终成就了不一样的人生。做人的大道远比具体做事的技巧更加重要。一个人的性格、处事哲学、价值观念，决定了他在事业上能够走多远。相比之下，某项具体技能的掌握倒在其次。毕竟技能可以学，但人品和灵魂却非一朝一夕能够养成。所以说，不要一味地盯着脚下，而要时刻仰望星空。在前进的路上，你固然要脚踏实地，但更要仰望星空，看清楚自己的人生坐标。唯有心怀梦想，唯有胸怀天下，你的人生之路才能走得更稳更远。谈到做事，很多人总觉得自己无所擅长，一事无成。殊不知，没有谁是天生就会做某件事的，关键在于你是否肯下功夫，是否能一以贯之。专注是成功的秘诀。一个人只有长期专注于某个领域，才能不断积累经验，最终形成自己的独到见解。马云专注电商，张小龙专注即时通讯，雷军专注手机，他们之所以能够开创一片天地，靠的就是这种不分昼夜的专注和坚持。专注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发现和感悟的过程。当你一次次地接触同一事物，一遍遍地练习同一技能，你就会对它的细节了如指掌，能够透过表象看到它的本质。久而久之，你在这个领域的认知就会发生质的飞跃，熟能生巧，信手拈来。而这种对熟悉领域的痴迷和沉醉，恰恰是天赋的重要标志。当你发现自己对某件事乐此不疲，永不厌倦时，那就说明你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归属，找到了施展抱负的沃土。当然，专注和坚持并不意味着闭门造车和死磕到底。有时候你需要抬头看看路，而不是一味的低头拉车。真正的坚持不是简单的重复劳动，而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规律，在磨砺中持续锤炼智慧。只有心中有数，你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把握前行的方向，不会迷失自我。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，刚柔并济都是不二法门。所谓菩萨心肠，就是恻隐之心，就是善良、宽厚、博爱。对待他人要学会换位思考，要懂得宽恕包容。在处理问题时，不应该总是斤斤计较，而要尽量照顾各方的利益诉求。唯有如此，才能获得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，在关键时刻为自己撑腰。所谓金刚手段，就是雷厉风行，就是决断、刚毅、进取。当遇到困难和挑战时，当涉及原则和底线时，绝不能软弱妥协，而要敢于亮剑，迎难而上。只有拿出斩钉截铁的勇气和魄力，才能披荆斩棘，闯出一条血路。将菩萨心肠和金刚手段结合起来，你在处事上就如鱼得水，游刃有余。该出手时就出手，该忍耐时就忍耐，刚柔相济，张弛有度。这种左右逢源的本事，正是成大事者的必备素养。谈到人性，现实世界就是一个利益的博弈场，每个人都在追逐自己的利益，都在试图占据更多的资源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人性的自私、贪婪、嫉妒、恐惧被无限放大，成为挡在成功路上的重重障碍。真正的高手深谙人性，懂得顺应人性。在与他人打交道时，他们往往能够迅速洞察对方的心理诉求，抓住对方的利益所在，进而巧妙地加以利用。这种察言观色的能力，这种见微知著的智慧，让他们在商场博弈中如鱼得水，屡屡抢得先机。同时，高手们对自己的要求极为严苛，往往能够逆人性而动。他们不为名利所惑，不被物欲所扰，始终保持如一的定力和专注。这种超脱世俗的品质是常人难以企及的。正因如此，
他们才能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，成就非凡的事业。当然，在现实的立场中，道德有时不得不让位于现实。金钱面前，没有永恒的朋友，只有永恒的利益。对于那些没有底线、不择手段的对手，你不能报以善意，否则只会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。这个时候，就需要亮出你的杀手锏机制。通过构建严密的规则体系，通过设置科学的激励机制，你就能调动人性中的正面因素，抑制人性中的负面因素。这种高屋建瓴的玩法，只有智慧的头脑才能驾驭得了。总而言之，对上谋局，对下谋心，懂人性，知进退，这是一个领导者必备的基本素养。把心比心，将心比心，换位思考，推己及人，待人以诚，处事以恒，坚守底线，利他利己。这是菩萨心肠的真谛，也是金刚手段的精髓。唯有收放自如，唯有游刃有余，你才能笑到最后。常言道，赚钱是一门学问，更是一门艺术。你要懂得如何去看待金钱，如何去对待金钱。金钱从来都不是生命的全部。攀比金钱，迷恋金钱，被金钱所左右，那是愚不可及的人生。真正的智者懂得，金钱不过是实现梦想的工具，是为更高远的目标服务的。它可以换来物质的享受，但不能换来精神的满足。同时，金钱的价值在于流通，在于创造。一个人如果只是一味的囤积钱财，如守财奴一般死死抱住钱不放，那他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富豪。相反，那些敢于投资、敢于冒险的人，往往能够在金钱的流通中实现价值的倍增。正所谓，投资一个 idea 胜过存100万银行。当然，金钱的使用也大有学问，不是挥金如土就叫豪气，不是斤斤计较就叫精明。真正的高手懂得，花钱是一门技术，是一门艺术。他们既不会乱花一通，也不会吝啬到家，而是精打细算，物尽其用。每一笔钱都花在刀刃上，创造出最大的价值，这是真正的理财智慧。说到底，如何对待金钱，归根结底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。如果一个人能够形成正确的金钱观，不为金钱所累，反而让金钱为自己所用，那他的人生就有了更高远的意义。反观那些被金钱所驱使、为金钱所困扰的人，即便腰缠万贯，也难以获得内心的安宁。在浮华喧嚣的物质世界中，他们迷失了自我，忘却了生命的真谛。所以说，要想真正驾驭金钱，就必须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。要明白，金钱不是目的，而是手段。要明白，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占有，而在于给予。要明白，真正的财富不在于外在的物质，而在于内在的修为。唯有修炼好自己的心性，唯有构筑起强大的内心，你才能真正的傲立于金钱之上。这就是关于金钱的生存智慧。读懂了金钱的真相，洞悉了财富的奥秘，你就拥有了通向成功彼岸的指路明灯。在追逐财富的路上，智者善谋善断，愚者坐失良机，雄者力争上游，怯者甘居人后。机遇只眷顾那些有准备的头脑，金钱只青睐那些善于经营的人。所谓谋，就是要高瞻远瞩，未雨绸缪，看清形势，把握机遇，及时出击，方能立于不败之地。事在人为，成也在人，败也在人。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，都不是偶然，而是必然。功夫在平时，本事在临时。平日里的点滴积累，铸就了关键时刻的临场发挥。所谓断，就是要当机立断，雷厉风行。该出手时就出手，不能优柔寡断，否则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风来了就要及时扬帆，潮涨了就要即刻冲浪。惜时如金，争分夺秒，方能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抢得先机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在追求成功的路上，既要仰望星空，又要脚踏实地。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，既要深谋远虑，通盘筹划，又要一步一个脚印，稳扎稳打。志存高远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求真务实，脚踏实地。
唯有两手抓，两手都要硬，方能在事业的征途中无往而不胜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们都是追梦的雄鹰，展翅高飞固然令人神往，但更需要的是不懈的努力和坚持，一步一个脚印，不抛弃，不放弃，才能创造生命的奇迹。成功从来都不是偶然，而是必然。它不是运气，而是实力；它不是梦想，而是实干。唯有脚踏实地，唯有求真务实，你才能一步步迈向梦想的殿堂。在成功的路上，金钱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信念。相信自己，相信梦想，哪怕历尽千辛万苦，也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。这个世界上，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，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，依然热爱生活。人生的价值，不在于你拥有多少金钱，而在于你创造了多少价值。即便身无分文，也要以高贵的灵魂引领时代的风尚；即便家财万贯，也要以宽广的胸怀造福芸芸众生。这才是金钱的最高境界，这才是人生的至高意义。不要让梦想只是梦想，不要让金钱蒙蔽了你的双眼。心存高远，脚踏实地，以菩萨心肠、金刚手段为人生信条，为梦想拼搏，为理想奋斗。相信在不远的将来，成功必将属于你，辉煌必将属于你。让我们携手同行，在追逐梦想的路上砥砺前行。让智慧引领人生，让信念照亮前路。让我们以金钱为梯，登上成功的巅峰；让我们以梦想为帆，驶向辉煌的彼岸。相信只要我们不忘初心，坚定信念，就一定能够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人生奇迹。愿你我都能修炼好内心，塑造好灵魂，在追逐财富的路上不忘初心，不负使命，以菩萨心肠、金刚手段为人生信条，披荆斩棘，勇往直前，最终抵达梦想的彼岸，成就无愧于时代的辉煌人生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